李先生你好。你好。首先非常恭喜你，这本慢性病的营养治疗在美国出版了。谢谢。今天您开通这样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为了什么呢？我想是为了传播3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呢，就是慢性病这3个字其实就意味着旧有的治疗方案失效。为什么呢？你看如果能够有效的将这个病治好，那它就不会成为慢性病了那成为慢性病就说明总是治不好，特别是那些原因不明的慢性病，连原因都不知道，又更何谈能够治好呢？那要传播的第2个事实是，营养是治疗慢性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且前景最为广阔。那第3个事实就是把那些在临床上被证明非常有效的营养治疗方案传播出去。那您这些方案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些方案它其实是源于经方。什么叫经方呢？就是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案那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对一些慢性病人尝试用一些营养素那看一看用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效果。那么有一些这个病人呢，就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就会把这个方案就记录下来我们用了什么方式，用了什么营养素。然后呢，下次如果有一个同样的病人来，我们就再给他尝试这个方案，看看有没有效。又有效。那么几次有效以后，这个方案就被证明对这种疾病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就会把这个方案记录下来。那么在过去10几年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治疗当中，这种方案的积累，这种经方的积累就越来越多那么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经方的体系了。那您这个治疗的体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经方越来越多以后，那么我们就发现他们其实这些疾病或者这些方案之间存在一些内在联系。那我们就会提出一些假设再拿到临床上去验证。如果是验证成功，那我们就继续提出下一个假设，这样不断的提出假设验证，提出假设验证。那么慢慢的这些假设被验证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理论的一些基础那么这些理论基础越来越厚实，就形成了理论体系。那您在这个建立这个营养体系的时候，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对抗吧。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医院的院长。那他呢本人有3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当我告诉他营养的方式可以解决他的某些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就说不可能他说我们这么多的专家都不能解决你怎么可能靠一点营养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呢那么他的这番话呢，其实代表现在这个医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就会受到阻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人他这个得了某种慢性病然后呢治了很多年可能效果不佳，他会来找到我们那我们用了一些营养素的一些方式，他可能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效果，然后呢回去找这个他原来的主治医生去复查。那么主治医生呢一看指标好了然后就会问他一些情况，我们这个病人就可能会告诉他的主治医生他用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素。那么通常主治医生都会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是不能用的如果你用这个东西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好还是市场推广也好有一定的阻碍。对，
那您这本新书为什么首先在美国出版，而没有选择在国内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最早是打算在国内出版的，但是国内呢有很多的红线，所以出版社呢他就要求我要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修改，那我呢就看到这个修改的内容当中有一些呢其实是已经改变了我的核心观点的了，那我就不愿意去做这个妥协，所以呢就选择说国内不行，看国外行不行那我们在美国出版很顺利大概2个多月就出版了因为这本书拿去美国，他们一看，这本书的内容很有创新性然后又有这个临床的研究的成果这个东西是一个这里面写的内容非常的好非常有前瞻性的，所以很快就出版了那么在中文版出版以后，现在英文版也很快也要出版了。那非常期待。当然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国内能够出版。那您是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一本家庭必备的书，就像一本字典一样因为你看现在慢性病实际上是高发，就是可以说每个家庭里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1-2个慢性病的病人。那么遇到慢性病的时候，翻一下这本书看一看通过营养的方式有没有一些调理或者治疗的一些手段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做到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能够有效的让家人远离慢性病。是的。那接下来你觉得你想做的是有什么呢？接下来要做的吗？我觉得接下来继续研究疾病吧。我们现在研究出有效方案的疾病大概有几十种、近100种吧，但还有很多的慢性病有待研究。我觉得继续研究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教学带一些学生徒弟。那现在目前来说，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有实力的机构能够跟我合作做大样本实验。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这些方案呢具有权威性能够让世界的医学领域能够接受我们能够很好的接受我们。因为大样本实验它也是个很花钱的一个事儿。你看一个慢性病的大样本实验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最少花1000万。那我这儿有100个慢性病那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对，所以我希望有实力有能力的机构能够跟我合作。那您是如何评价您之前所做的这一切的呢？我希望我觉得我之前所做的这一切还是蛮有意义的。它能够帮助80%的现有的慢性病的病人远离疾病。我希望有一天，当这些慢性病的方案帮助了数百万人、数千万人之后，能够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吧。那我今天首先要跟您要个签名了。没问题。好，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访谈，谢谢。谢谢。